常言说，言易慢，心易善。在交谈的时候，一动不如一静，倾听对方的言语表达，明白对方的真实意图，才能够深思熟虑，做出相应的回答，而少犯错误，有利于谋求发展。言多必失是我们所有人的人之常情，话说的越多，内心真实的想法就越容易暴露出来。同时呢，也要善于发问，当对方言有不合时，也就是有一点点前后的矛盾或者不合理的地方，就有必要提出反问，对方就可能因为要自圆其说而做出更多的解释，而说的越多，他的真实想法就会吐露越多。认真聆听对方的每一句话，找到关键的话，在适当的时候再次提出同样的问题，看看对方是如何做出回答的。如果前后一致，那可能对方说的话是真实的；如果不一致，对方说的话就有可能不是真实的意图。没有经过训练的人，一般是很难把谎话前后说到一致。因此常言说，编造一个谎言就需要用1000个谎言来圆。根据对方的回答来了解事情的真相，不合的情况主要有以下几种，可以采用不同的询问方式。第一种呢是不合事实，可以用自己知道的事实来进行询问。第二种呢是不合道理，感觉对方的话没有道理或者无法判断的时候，可以这样来说，比如我没有听明白，请举一个例子。如果对方举出的是具有普遍性的典型事例，对方的道理也跟事例相契合，就可以判断出对方的话的确有道理。如果对方举出的是特例或者孤例，就可以判断出对方只是偏执一例，不具普遍性。如果对方一个事例都举不出来，不过就是在胡思乱想，信口开河了。第三种呢，是与我的认知不相合，对方所讲的事实和道理都对，只是超出了我的认知水平，这就是可以学习提高自己的地方。不妨以学生的姿态来讨教明白，这也不会损害自己的形象，反倒会增进对方的好感。因为好为人师是多数人的人之常情。第四种呢，是不合于我的心意，或者不合于我想要游说的目的。如果对方的话偏离了我的目的，也可以用反照法将它拉回来，也就是鬼谷子所说的言有象，事有比，其有象比，以观其次。象者象其事，比者比其辞也。象的本意是形状，在此的意思是以其他的事物为对照，作为参考标准。比呢是对比类比的意思。言有象，事有比，也就是说对方所谈的事情可以从过去或者古代或者他人那里找到对标的事，对方所谈事情中所包含的道理也可以找到对标的道理。次即次序顺序，此处的意思是逻辑。其有象比，以观其次，也就是说通过对比类似是和相通的道理，可以判断对方的话是不是合乎正确的逻辑。有比较才能鉴别对错，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将对方所说的跟实践验证过的东西一比较，正误优劣就比较出来了。接下来我来说一个故事。孟子被儒家称为亚圣，有一次被齐宣王召见，请孟子提出一些治国的方略，而孟子没有谈一些大道理，而是向齐宣王提出了一些问题。孟子说，听说大王您非常的慈悲，有人送了一头牛给大王您当做祭品，您看到这只牛瑟瑟发抖，您就不忍心宰杀它，就命人换了一只羊作为祭品吗？齐宣王说道，确实有这么一回事。孟子就接着说，杀一头牛和杀一只羊是没有什么分别的，只是您没有当面见到那只羊，所以您就不感觉到它的可怜。大王您看起来是仁慈，却看不见还有很多的黎民百姓正在受苦受难。道理就在于您亲眼看见了那头牛，却没有看见那只羊。君子对于飞禽走兽，看见他们活着就不忍心再看到他们死去，听到他们悲鸣哀号就不忍心再吃他们的肉。君子把厨房设在远离自己的场所，就是这个眼不见为净的道理。如果有人说我的臂力能够举重5000斤，却拿不起一根羽毛，我的视力能够把秋天鸟的羽毛看得分明，一车子的柴火摆在眼前却看不见，大王您能相信这种话吗？齐宣王说，不信。孟子马上接着说，如今呀，您的恩惠足以使动物沾光，却不能使百姓得到好处，却是为什么呢？这样看来，人拿不起一根羽毛，只是不肯用力的缘故；看不见一车子的柴火，只是不肯用眼睛去看的缘故。
百姓得不到安定的生活，只是不肯施恩的缘故。所以您不行仁德的政策来统治天下，只是不肯干，不是不能干呀。这位儒家的亚圣真的是会说话，几句话就说得宣王点头称赞，也悟得了治国大略，就是爱民如子，大人重于小人。而这种方法其实就是鬼谷子所说的象比的方法，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应用。那反应术还有哪些方法呢？会不会你或者我也正被对方在试探着呢？下一集我们再来说一说。